嗨，大家这周过得好吗？好久没有特别讲 podcast。前几天有一位朋友跟我聊到，很喜欢看我 YouTube 的影片啊，我真的觉得有被大大的鼓舞了，所以就觉得好像应该要再认真一点的，不要就是3天捕鱼2天晒网。不过呢，这也让我又想起了，好像我的 podcast。就是最近都从 YouTube 就是直接人类图的那些影片直接转过来的，那好像也是很久没有特别录一集 Podcast， 专门录一集 Podcast 的主题。上一集好像是那个讲我就是开始去当罢免的义工，哇，那其实也是好几个月前的事情了。因为到说前一阵子也是有朋友跟我聊。就是问我在做志工的一些心路历程等等的，那我就想，不然上次聊是刚加入的时候的动机，那我现在就来聊聊，就是可以算是说这中间大概有一些什么想法，然后有一些什么经历可以跟大家分享。但是我要强调哦，就是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经历、个人的想法，不代表任何罢团哦，就是我个人的想法。那我现在也算是一个比较淡出罢免活动的一个状态。那现在当然我们的目标还是希望可以让很多人出来投罢免，就是要罢免那位立委的同意票嘛。但是这个目标其实老实说有一点点不是说这个目标不具体，而是说行动很难去具体做些什么你可以看到你的成果，因为那个结果都是最后由那个投票的那个结果来看嘛。我觉得对于罢免方跟被罢免方都是啦。前面是一个很激情、很激昂的一个状态，现在有点像就渐渐的回归生活，因为毕竟罢免本来就是一个短暂的事情，它不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你终究还是要回归到自己的生活，所以我现在就是有点类似，就比较淡出罢免这件事情，渐渐要回到自己生活的正轨。那所以录这一集有一点点类似整理，然后回顾当志工的这一阵子发生了什么事啊，那我的心理状态有什么改变啊等等的，可以跟大家分享。有兴趣就听，如果你对罢免活动这些没有兴趣，那你就跳过去。好，前一阵子不是有某一个立委，然后他说出了什么边缘人做罢免志工的是边缘人的这样的言论嘛？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在他讲这段话之前，其实网络上就有一些人有类似的说法。我看过有我忘记是谁，总之就是网络上大家在那边辩论啊，然后不同的阵营在互相的我酸你，你骂我之类的那些言论下，我看到了有人写下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具体他的用字我有点忘记了，那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他觉得罢免活动其实就是给一群社会底层 loser 的一场大型心理疗愈活动。其实是不是就跟那个这位立委说的边缘人是类似的意思？其实对于这段话，当时我看到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这位立委说出边缘人，我觉得我看到有人有这样的言论。我看到这段话的时候，其实我有想了一下，我觉得我不能够完全的否认他，所以我自己也有去思考，我投入这个活动对我的意义是什么？那刚刚那一段话，什么社会底层人的大型心理疗愈活动，我说我不完全否认，因为我赞同他的后半段，是一场大型心理疗愈活动。社会底层人这一段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在我们的志工里面，第一你可以看到在路上跑的那么多的大型的 LED 的那种卡车，那个我们就称它叫帅卡
好，因为有另外一种叫胖卡，胖卡那个是就是很可爱，然后旧的那种面包车改的那种，现在会变成有的时候到了那个现在补件啊，或是有一些偏乡那些地方比较难，像在都会区有捷运站、车站，有很多转运站，人潮密集的地方，很方便做联署活动。那偏乡的地方就需要靠这种小的面包车胖卡改装成变成一个行动联署车。然后这个胖卡是这种小型的，那帅卡就是有一些应该会在都会区比较会看到啦，像那个是大安强强棍罢免罗志强，他们应该是第一台有那样的一个大的帅卡 LED 荧幕。那当然后来会看到罢免徐巧芯的也有啊，还有其他很多地方都后来都有帅卡。这个就是由所谓的我们那时候会说氪金工嘛，就是当初曾经在太阳花时期是学生的那些人，经过这么多年都出社会了，都已经变成中产阶级，甚至是不止中产阶级，我们更已经是自己都是大老板了，所以他们有的时候体力上没有办法支持，没有办法出来做志工，可是他们可以在金钱上做一些支援。比如说当去年的一开始还没有进到罢免的时候的青鸟活动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哇，有源源不绝的物资一直涌入那个当初在那个青岛东路那边嘛，其实就是有很多氪金拱骂就会说，我们人没办法到场哦，搞不好我要上班，我要开会，甚至我人可能不在台湾，可是我可以支援水，我可以支援物资，我可以支援雨衣，我可以支援帐篷等等，就会有很多这种氪金拱骂。然后这个帅卡也是一开始也是就是会气不过，觉得说这个立委真的太过分了，于是就有很多氪金拱骂，就募资就有了一台帅卡。这一台卡车是一个月是要十几还是几十万的这样跑哦，这样的路线，所以怎么可能会是社会底层人的活动呢？因为社会底层人怎么可能有这些钱呢？然后这些志工，除了像说你不要说钱好了啦，以才华来说，在我自己身处的志工团里面，常常我需要什么样的活动，我要这样的规划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手工的啊，就会有人手很巧的出来做，贡献他的才华。有的人是我需要数据分析，有人就是资工背景的，他就可以开始来做，把我们实际上收到的资料，把它化成数据去做分析，才能够更有效率的去做接下来的行动的规划跟改进嘛。是有自己的专长，自己也是有正职，但是他就是在下班后或是放假的时候，牺牲自己的假日的休闲的时间，来做这些事情，所以他们不可能是社会底层人。我只能说是什么样的人都有，所以他不能被归类为说什么社会底层人。可是我蛮同意后半段这一段大型心理活动，因为呢，我有想过，我自己加入之后，我自己就想这个意义对我来说是什么呢？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自己的生命中啊，不论是工作、生活、事业、感情、亲情等等，都会有一些很想要达到的目标，每个目标不一样嘛。比如说，可能有人会觉得说，每一年我年薪可以达到多少，或者是说我今天有一个新的创业的点子，很希望最后可以成功，我这个事业可以成功。那也有感情啊，然后你很喜欢一个人，你很希望跟这个人相处得很好。可是我们会发现，对于我们个人的事情来说，有的时候真的不是你努力了去做了就会有你想要的结果，甚至会让你
因为担心达不到那个结果，有的人会害怕去做，因为当我努力了却没有得到我想要的结果的时候，我可能会受社会或受身边的人的批判啊，你就是不够厉害啊，你不够努力呀，哎呀，你当初这样，你不要这样做，你还要这样做，就是会有很多批判，很多闲言闲语，甚至自己都会批判自己，就是会担心我付出了，然后结果没有得到我想要的啊。比如创业，很多人裹足不前，就是担心哦，我万一这个点子啊，我这个创业的想法，我真的付诸实现了，我资金都投入，我也花很多精力，最后没有成功怎么办？因为大家担心去面对那个失败，而那个失败会归咎为你自己的不好，会容易会变成你会自己觉得自己很失败啊，自己不够有价值啊，自己不够优秀啊。可是今天投入这个大罢免的活动这件事情，其实完全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你就是很投入于一件你很想要去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跟你的人生、置业、家庭，或是工作什么，对于大部分会投入的志工来说是一样重要的，因为它就是攸关于台湾，攸关于我们的国家，已经是到一个生死存亡的一个阶段的，所以它是一样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而当我投入它的时候，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其实我不会去想，当然我们希望他成功嘛，一定会希望他成功。当他成功了，我们当然会很开心啊，这是我们希望有的结果。可是如果他最后失败了，其实我不会去归咎说我这个人，我自己一个人怎么样，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决定的，不是我一个人的努力去决定他成不成功嘛。所以这件事情，你看是不是只赢不输的一件事情？你投入它，你可以全心的投入它，这个结果你不用，对于你个人不用去管它是否会失败，这件事情在你的人生中是很难遇到的。我那时候觉得，我自己想了，为什么我会想要投入？当然，我对我自己的人生来说，我如果要说啊，什么社会底层人，我觉得我比较接近吧。就是我工作上现在也不是算很稳定，我没有办法就可以像那些氪金狗嘛，随随便便就可以拿出很多钱出来，我没有办法做到，所以我只能出力嘛。那我自己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有心理疗愈的部分。因为我不用担心我跨出去这一步，我要去想它是什么结果，它是什么结果我都欣然接受。这件事情在身心灵来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以前我应该有跟你们聊到许愿啊，还有或者是冥想啊，或者是我们在想吸引力法则，是不是都有想过？你就是全心投入去做。然后不去想后果，这个时候的力量是最大的。我突然就觉得，它真的是很接近心理疗愈，因为会让这一群人全心投入往一个目标。我只管努力的贡献我所能的，我不论是金钱、时间、精力、才华，我就是全心去做，而我不用去想啊，我投入了，我会怎么样？我会不会失败？因为这跟我个人无关。它的确是一个很接近身心灵讲的那种最好的境界，然后对你个人的能量来说，的确是最好，因为你就会全心投入它，不用去想那么多，你会放掉很多执着，在那个过程中会放掉很多执着，所以某部分来说，我会蛮相信大罢免会成功的。因为如果是像这样讲的话，它就是让很多人投入，很符合吸引力法则，很符合这个能量，就是不执着，但是就是我就是全心投入，那这个愿望就会成真。
当然也不是说真的就是这样讲大罢免就一定会成功了，还是要很多努力。只是我这里想要解释的就是，因为我身边会有一些朋友，当然有很支持我的朋友，那也有一大部分的朋友其实跟我的政治光谱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也先不论政治立场啦，会有些人光是对于我很投入做罢免志工这件事情就很觉得无法理解，然后可能就会觉得又不是小孩子了，还那么激情于这种事情，然后可能心里有这样想，但是他可能没有直接跟我说，或许心里想真的是吃饱太闲什么等等的。但是我想要解释的是，这个部分的确是一个我觉得在人生中很难能可贵，会遇到可以这样全心投入一件事的一个经验。那当然，因为很多这个还是毕竟跟政治有关啊，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想要投入这件事情，这我也能理解。那提到身边的朋友这件事情，有可能现在正在听我的 podcast 的，你的政治立场跟我就是完全相反的，你搞不好只是想听听看，到底罢免志工都在干嘛？罢免志工应该有拿钱吧？怎么可能没拿钱？或者是想听听罢免志工都说些什么，想要笑一笑也有可能，都没有关系。那前一集我讲到我加入当这个就是罢免志工的时候，那时候就有聊到说我自己的家庭本来就是深蓝的，我从小到大的求学背景，应该说国小国中啦，因为到了高中就有点不一样了。国小国中呢，我们的学区就是现在的那个北松山的那个学区，所以那里就是算蛮蓝的，因为那里有很多军公教，然后有很多那里也有眷村等等的，所以我的同学大部分算是偏蓝的。然后我当然能够理解大家，这是从小或是说很熟的朋友一直以来都能够理解彼此的政治立场不同。那在以前的时候，我觉得你不表态，或者是你跟我立场不同，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关系。可是进到大罢免的这件事情，就是其实应该是说，当开始发现在国会里面这些立委，他们都非常的不可思议的荒谬，然后呢，公然的已经是去靠近中共啊，你看都是就是也没有在演了，直接就去对面拜访对面的官员，然后在台湾的时候趾高气扬，到对面就一副像跟温驯的小猫小狗一样，完全不同的态度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个情况不太对了，很不对劲，不是一个你应该代表台湾的，你应该为台湾的人民的福利着想，可是怎么你们做的事情是背道而驰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太对劲，我觉得台湾现在的状况不太对，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呢，我会觉得他跟我们在安居乐业、太平盛世的时候去谈我们彼此的政治立场不同那我尊重你，尊重我的情况有一点不同我还是要再次强调，这是我个人的想法我个人的想法，我可能有比较偏激，这是我个人的想法。我现在就会觉得，现在几乎是有一点类似战争的战时状态了，已经接近战时的状态，打仗的这个情况了。只是这个仗可能还不是飞弹飞来，还不是真的用武器用武力，但它已经是一个被渗透统战，然后文字、间谍等等思想的一个战争已经开始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其实变成我不太可以跟很明确跟我政治光谱是对立的人当朋友了。然后我自己有一直想，这样好吗？这样好吗？因为很多毕竟都是从以前就是很好的朋友，可是我就会觉得
都已经这个情况了，你还看不清楚吗？都已经这个情况，你还没有看到这些人跟中共站在一起吗？那你还支持他的理由是什么？当大罢免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国民党也开始就用另外一个，我当然以我的立场会说它是话术啊，就是说啊，民进党也是绿共。我真的觉得绿共这个字很莫名其妙。共产党啊，你说民进党是绿共，如果他是绿共的话，你现在还能够喊这些话吗？我相信民进党有非常多做得不好。其实这件事情在总统大选的时候，其实有朋友跟我拉票的时候，我其实就很明确的告诉他，我说我并不是其实我现在跟朋友如果简单的说你是蓝的是绿这样区，一定要标签，一定要2分啊，或者像我们还有白哈，一定要3分的话，那我可能你可以说我是绿的，你可能会比较容易简单明了的理解我的光谱，政治光谱。但是其实我根本也不是民进党员，我也并没有一定要支持民进党，甚至我之前也说过，我很久以前根本就没有投票过，根本一路以来也不是支持民进党，我连小英都没有投过他，我根本也不是支持民进党。但是以现在的情况，我们现在并没有另外一个党可以真正的可以来制衡民进党又不亲共。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党，然后还有足够有力量，而不是那些不成气候的小党，甚至是这些只是想要偷偷挖一点票，然后靠拢某些党的那种小党，那不行。我说的是一个真正有气候、有影响力，可以制衡民进党，然后又不亲共的这样的第三势力。现在可能好像有蓝白绿，但蓝跟白现在都亲共啊。那所以我不得不只能选择靠近民进党的这个他的，比如说我现在只能把蓝的罢下来。我并不希望一直这样子一党一直执政是对的，但是本来的国民党你明明可以好好的做一个好的在野党啊。不好意思，我个人就是对白是完全没有办法，我觉得白就是真的是利己主义，他就是墙头草。白党是完全不行，白党呢就是一个说着乌托邦般的政治理想，但是事实上没有任何执行能力，然后都就是只会出一张嘴啦，就是很会批评，但事实上没有任何的执行能力。所以呢，你会发现他们就是墙头草，想要看现在哪一边有流量，哪一边有能力，哪一边有说话的话语权，就靠到那边去。我觉得白不是真正的一个有政治实力的一个党，所以我其实没有在看白。但是蓝呢，蓝明明可以有足够的组织，有足够的人，但是为什么变成原来反共的会变成亲共呢？当你亲共之后，就再也没有办法，不论你要说民进党贪污，民进党什么执政做得不好什么的，那些东西对我来说，只要亲共，我就是不可能选你。因为一旦我们被中共统治了，你刚刚讲的什么贪污啦，或是什么执政不力啊，当你变成被中共统治之后，那些东西才是你完全没有办法再靠任何方法去抗争、抗议、联署都没有用，到时候全部都变成一言堂，那才是真正的独裁。有一些我很清楚他的政治立场跟我是完全相反的，我会变成没有要闹翻，那就是减少见面，就是减少跟这样子的朋友相处。我不是怕人家讨厌我，我是怕万一对方很明确告诉我他是反对罢免的，我自己会忍不住的就讨厌这个朋友，所以我就宁愿不去问。我是E人，但是呢，我其实没办法跟身边的人拉罢免。我可以站在街头上跟不认识的人说，
因为这个人他今天不论，就算他来骂我，他骂我什么吃饱太闲，骂我什么废物，或骂我甚至用脏话骂我，对我来说他是个什么东西啊？就是我一点都不会把它放在眼里啊，我就继续讲我要讲的，我就继续举我要让大家看到的诉求的牌子，继续宣讲，我根本不在意他这个人呐。那所以他对我说什么，那些话对我来说都不是很重要。我其实到后来已经没有那么在意这些事情了。我其实没有办法跟身边的人，又是越亲近的人，去问他们，就是让他们罢免的票，或者是问他们对于罢免的想法。我真正只做过一次，因为那一次是我发现，我身边其他的所有的罢免志工们都可以，但我为什么不行？所以我才想试试看。然后，但我那一次给我自己就设定了，我不希望我这一次问了之后会全部落空，所以我心里就想了，我有3个朋友，我大概可以，我不确定，但我大概觉得他们应该跟我的政治的立场是接近的，这3个应该是可以，是会签或是已经签的。然后呢，我又再问了另外3个是我不确定的，甚至是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签的。这样我给我自己设定，至少我不会全部落空。然后所以就6个嘛，这样。结果呢，果然有3个就说已经签了，这3个都签啦，早第一阶段第一时间第1阶跟2阶第一时间都已经去签了连家人怎么就会还会跟我讲他们家是哪个选区，他们家有几票，然后全部都会去签。那这3个当然就给我很大的鼓舞。那后面3个是怎样的结果呢？一个呢是跟我讨论了一下，然后就说他没有什么兴趣所以还没有签。那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这样，那我就说，那你想要跟我讨论一下吗？然后对方就给我一个表情图案，但后面就没有继续讨论下去了。那第2个呢，是很明确的告诉我，他对罢免这件事情没有任何兴趣，也不想要投入任何心力去了解。其实这个答案，其实他只是婉转的。他说没有兴趣，其实我没有兴趣啊。说我对政治没兴趣，不想谈政治啊。我现在会说我是中立啊，不想谈，我只想管生活的事情。大部分其实并不是真的中立，大部分的是其实是跟我是不同。他不见得会去不同意罢免啦，但他绝对不会同意罢免啦。对，然后只是他可能不想要把话说的那么直接毕竟是朋友，他就会说我对这个没有兴趣。然后甚至因为还不希望我继续再跟他聊了嘛，他就说我也不想，决定不花任何精力，不想花任何精力去了解这件事。怎么会有人不知道的事情连了解都不想了解呢？所以他其实是已经有立场了，但是他以这样委婉的方法来告诉你这样。再来是另外一个，我这个是非常确定他跟我的立场是完全相反的，但是我还是问但是呢，我还是有点孬，我也没有不敢直接对决。然后我是在有另外一个朋友的群组里面问他，我确定另外一个朋友是已经签了，然后我就一起问他。然后呢，我就觉得至少有一个人缓颊嘛。而我真正要问的这个朋友，他呢已读不回，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回答我有关这件事情。是完全不回，不做任何回应，连回答我说没有兴趣啊，我跟你立场不同啊，什么什么都没有。然后所以我问的这6个人有3个，我自己就知道他们跟我应该是政治立场是相近，这3个就有高中同学，所以我高中同学大部分的立场是比较接近的。那刚刚不是说第1个聊一聊就不了了之了吗？有趣的是过了2-3个礼拜之后，原来那一个有跟我聊了一下，然后后来给我了一个表情符号，就没有再继续讲话的那个人，他后来又突然问我说：“Yvonne，我想要问你一下，2阶的联署要去哪里签？我要去哪里签？然后你可以教我吗？”这样，然后我就很惊讶说：“为什么你会突然想要问这个问题？”那
因为我不是说我是 E 人，我虽然提了这个问题，但是我其实是没有办法继续。虽然我那时候有问说你想要继续跟我讨论嘛，但老实说，我其实是不敢继续跟他讨论下去。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我真的很担心，我跟你讨论下去之后，后来我发现啊，我好失望，无法承受那个失望，然后我可能会在心里偷偷讨厌你。我就说我是个偏激的人呢。大家听了不要那边泡我就偏激啊，我偏激这样，然后我就会担心我会讨厌他，所以我就不敢，我其实没有想要继续跟他讨论，我就用逃避的方式，你知道吗？然后呢，结果我没有继续跟他讨论这个话题，可是呢，他自己在那个新闻上看到了立法院越来越夸张，越来越夸张。我记得他应该是看到，后来好像就是。不是有一次是那个立法院已经过了那个开会时间了，然后结果国民党他们又偷偷又进去，就是已经过开会时间以后，又偷偷去开会，然后就自己就过了一个法案，这样就是整个乱七八糟啊，很像就是你已经下课了。然后下课之后，大家都回家了。结果呢，老师就找了几个他比较宠爱的小朋友啊，就说：“来，我帮你们考试。那没来考试，他们就都0分。那你们就有考，你们就100。但是那个已经是过了下课时间了，已经其他人都回家了。然后这样子还算数，真是很莫名其妙。这连小学的小朋友都看不过去吧？然后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那位朋友就看到了这个新闻。”然后呢，他跟他自己另外一个朋友就讨论起说，现在的国会怎么变得这么乱？然后他们才觉得好像不是政党的问题而已了，而是现在的立法委员真的太奇怪了，怎么可以让这样的人把我们国会搞那么乱？然后也没有为台湾为我们做什么事，然后所以他们就觉得说，那他们也不能做什么，就是来罢免他们好了，去签这个联署。所以呢，过了2-3个礼拜，他又再来问我，因为他知道我有在做义工，然后他又知道我问他这件事情，所以他认为我应该可以提供给他要的资讯。所以呢，我就很开心说，好，当然可以啊，我可以告诉你啊，你告诉我是在哪个什么里什么区，然后我告诉你可以去哪里签。所以他又有一个反转，让我非常的开心，觉得好像至少问了还是至少又拉到了一张联署书这样。